大家好，我现在跟大家播报一篇来自《经济学人》杂志的文章。3月5日，中国全国人大年度会议开幕之际，李克强总理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向近3000名代表鞠躬，然后转向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方向再次鞠躬。然后他将发表最后的政府工作报告，向习近平致敬。几天后，李先生将被替换。这将标志着中国政治一个引人注目的时代的结束。当时两个有着截然不同的家庭背景、不同的网络和看似不同的世界观的男人担任了这两个最高职位。在李克强之后，只有习近平的手下才能出风头。大厅里不太可能有人公开讨论，如果坐在讲台中央的不是习近平，而是李克强，这个国家可能会有多大不同。本世纪初，情况似乎可能会变成这样，李克强而不是习近平成为最高领导人。过去10年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一位曾经被视为这一角色有力竞争者的政治家，最终却在共产党的层级中担任了2号人物。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习近平以牺牲自己的权利为代价来积累越来越大的权力。2013年，李克强接任总理后不久，观察人士开始怀疑他的正式排名是否夸大了他的权威。在共产党统治的中国，总理的工作往往在政治上很尴尬。他需要照顾政府的日常运作，通常以经济为重点。但是，这个角色与最高领导者之间的分界线并不明确，紧张局势可能接踵而至。毛泽东觉得他必须拉拢他的总理周恩来，即使他举起鞭子，有时鞭打他离不开的人。历史学家高文谦在2008年出版的《晚年周恩来》中写道，在1980年代，总理和总书记之间的争执变得充满敌意。1989年的民主巨变是由一个推动的。但习近平与李克强的关系并不像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那样，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对李克强的依赖。相反，2012年成为中国领导人的习近平已经安排了刘鹤，更多的向刘鹤寻求经济建议。在他们10几岁的时候，刘先生和习近平是朋友。由于2018年成为李克强的副手之一，也即将退休。去年年初，有传言称李克强和习近平之间存在裂痕。李克强的一些言论似乎是为了安抚那些被监管部门对大型非国有企业进行打压吓倒的商人。分析人士怀疑，他是否在表示不赞成习近平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的经济管理方式。今年5月，李克强向10多万名官员发表电视讲话，警告萎靡不振的经济面临危险，并呼吁他们更加努力地促进增长。他的强调似乎与习近平不同。习近平当时强调需要对 COVID-19 的传播保持严格控制。在10月举行的1年1度的党代会上，一些观察家对李克强辞去党内所有职务感到惊讶，尽管67岁的大会允许他继续留在政治局常委。即便如此，他也将在本月的议会会议上放弃总理职位，最多连任2届。但他本可以承担另一份工作，比如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负责人。然而，几乎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李克强与习近平进行了权力斗争，他一直小心翼翼地向习近平致敬。一些猜测可能部分是一厢情愿的产物，受到李克强作为亲西方改革者的普遍看法的鼓励。与习近平不同，习近平在职业生涯中获得了支持，这要归功于他父亲一位资深革命家的力量。李克强建立了自己的学术能力。1975年，习近平被中国最负盛名的大学之一清华大学录取学习化学工程。他是一名工农兵学生，根据他的家庭背景被选中。1977年，一场竞争激烈的考试使李克强有资格进入清华的竞争对手北京大学学习法律，后来又学习经济学。他的教授厉以宁于2月27日去世，他启发了中国的经济改革者。在习近平上大学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都处于毛泽东或他的保守派继任者华国锋的控制之下。李先生还是学生的时候，政治氛围是不同的。北京大学是自由主义思想的温床。李克强与学生擦肩而过，这些学生在毕业后帮助围绕1989年民主运动引发了知识分子的骚动。其中一位是流亡美国的王军涛。王说，李克强在学生时代对政治改革非常感兴趣，
但由于习近平的实力，他把这些想法留给了自己作为总理。李克强当然没有效仿他的前任温家宝。温家宝在2012年担任总理的最后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对忽视改革的危险发出了异常强烈的警告，尤其是对领导制度的忽视。温家宝说，如果不改变，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可能会再次发生。就在几个月前，习近平接任并开始削减适度的政治改革，比如禁止个人崇拜和采用更集体的领导风格，这是1980年代为防止另一个毛泽东出现而引入的。但见过李克强的商界人士和外交官对他的经济分析印象深刻。2007年，当他担任辽宁省委书记时，他告诉美国大使，根据泄露的美国备忘录，那里的 GDP 数据是人为的和不可靠的。他总是觉得我被骗了，人们不告诉我真相，我必须深入了解这一点，才能了解如何引导经济。中国欧盟商会会长 Jörg Walk 说，有时他更像是一个教授，而不是一个权力掮客。几天后，即将召开的议会会议将选举李克强的继任者，实际上，习近平的选择将盖上橡皮图章。下一任总理几乎可以肯定是几乎一模一样的李强，他曾是上海市委书记，在去年的党代会上接任政治局2号人物。李克强的职业生涯是在共青团起飞的，这个母校与现在围绕着习近平的派系不同。相比之下，李强是习近平的门生，这可能赋予他李克强所缺乏的权威。乐观主义者说，如果他用他来引导习近平摆脱党对经济的严厉控制，那甚至可能是好的。但他在开始这份工作时没有中央政府高层的经验，也几乎没有公众支持。去年他在上海对为期2个月的封锁处理不善，在2500万居民中引起了广泛的不满。与习近平的亲近显然胜过任何此类缺点。在预计将持续1到2周的立法机构会议期间，将更加清楚地看到，所有权力都来自最高领导人和他领导的众多政党机构，而不是来自总理领导的政府部门。代表们将讨论一项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提案，该提案有望使党更直接地控制一些政府机构。他们将给习近平前所未有的第3个5年任期。这并不重要。作为党和军队的首脑，他无论如何都是一切的领导者。谢谢大家收看，欢迎给我们节目点赞。